酒吧地下室里住着一个戴着头套的怪人，他只要吞下已死之人的遗物，就能变成死去之人的样子。虽然仅仅只有2分钟时间，死者就能够重新回到人间，这也足够让死者的家属完成未了的心愿。如此逆天的能力，让许多人都愿意花大价钱和死去的亲人沟通。殊不知，召唤的亡魂越多，获得的诅咒也就越广多。这天深夜，酒吧的门再次被人敲响，门外站着一个神情紧绷的男人。进门后，直接丢下4000美金，说他想见见死去的妻子一眼。奇怪的是，酒吧老头并没有像往常一样接单，而是赶走了男人。老头似乎知道自己命不久矣，在男人走后关闭了酒吧，拉上门帘，吃了一大把头孢，喝了杯威士忌，然后给自己录了一个临终视频。没过多久，老头满身是火的从地下室挣扎着爬了上来。地下室中的怪人黑瞳盯着老头就这么活生生被火烧死。死去那一刻，火焰也神奇的熄灭。几天后，老头的女儿爱丽丝便接到了警察的电话，得知父亲被火烧死。爱丽丝连夜坐飞机赶去殡仪馆，见到被大火烧得面目全非的父亲，爱丽丝并没有感到伤心，因为父亲早在她很小的时候就抛弃了她和母亲。离开殡仪馆时，爱丽丝突然被一个神秘人拦住去路。神秘人自称是老头的代理律师，老头有一份遗产留给爱丽丝继承，随后便带着爱丽丝来到那家酒吧。这家酒吧看着有些破旧，实际上一点也不新鲜。律师告诉爱丽丝，这家酒吧已经有着400多年的历史。爱丽丝并没有在意这些，随意的在酒吧闲逛，走到一处走廊，顿时吹来阴风阵阵，墙上两边挂满了照片，泛黄的照片都有些年头了，这些都是酒吧历代的主人。就在这时，爱丽丝突然看到地上有一块烧焦的痕迹，那是老头被烧死的地方。顺着烧焦的地板向前看去，一扇略显破旧的木门紧闭着，阵阵阴风就从里面吹出来。他并不知道里面藏着多么可怕的东西。走神之时，律师突然打断了爱丽丝的思绪，随后律师拿出一张古老的羊皮纸条器，告诉爱丽丝继承遗产之前，必须要在上面签上完整大名，完成古老的继承传统。爱丽丝并没有多想，她认为这是一次简单的签字而已，更何况自己还能白得一间古老的酒吧，到时候不想要再卖掉还能再赚一笔。于是就在羊皮契约上签了自己的大名。殊不知一旦继承这座酒吧，他就已经是个已死之人了。签完契约之后，律师说明天会把酒吧的钥匙送过来。爱丽丝没有地方可去，决定就在酒吧将就一夜。到了午夜12点，楼下突然传来闹钟的响声，爱丽丝被突然的闹钟声惊醒，随后又听到楼下传来木板咯吱声，听起来像是有人在走动。爱丽丝壮着胆子出来，打开手机的照明，慢慢走下楼梯。Hello。整个酒吧静悄悄，没有回应。爱丽丝查看四周，根本没发现任何人。随后，爱丽丝打开了通往地下室走廊的灯。白天就阴风阵阵的地下室入口，夜晚显得更加阴冷。爱丽丝紧盯着木门，感觉闹钟的声音就是从地下室传来的。随后凑上前，发现木门被锁了起来，门上还刻着密密麻麻的符号。她将耳朵贴在木门上，果然闹钟的声音就是从里面传来的。就在爱丽丝愣神之际，忽然一个人影从爱丽丝的身后一晃而过。爱丽丝神经突然紧绷起来，走回大厅之后，突然不知道从哪冒出的男人把爱丽丝差点吓尿，端起酒瓶就准备砸过去。男人连忙表示自己不是坏人，他说他叫尼尔，上次来过这里，他想见一见自己死去的妻子。爱丽丝一脸懵逼，大半夜跑来酒吧找亡妻，他怀疑尼尔是个神经病，这里可没有他的妻子。尼尔说自己不是神经病，自己的妻子就在酒吧的地下室。眼见爱丽丝不信，尼尔直接掏出2000美金放在桌子上，眼看着爱丽丝有些动摇，随后又掏出所有钱放在柜台上，表示自己可以给他很多钱，只求带他去见妻子一面。尼尔说之前他父亲在的时候他来过，而且他的父亲也收过很多人的钱，而秘密就在地下室中。随后尼尔把钱推给爱丽丝，让她先收下，慢慢她就会知道尼尔说的不是假的。爱丽丝听闻此话，看着送上门的美刀还是心动了。虽然她不相信地下室有什么妻子，可到手的美金不要白不要。拿钱之后告诉尼尔明晚再来，地下室的钥匙她还没有，需要等到明天。尼尔心满意足的离开。爱丽丝看着自己睡一觉就有人上门送钱，简简单单4000美金到手，简直不要太爽了。于是赶紧将这等好事告诉闺蜜。闺蜜一听爱丽丝继承了一间400年古老的酒吧，瞬间也来了兴趣，当晚就飞奔到了爱丽丝这里。好在闺蜜的理智还是在线的，她劝爱丽丝不能贪图那4000美金，就随便听信那种荒诞的言论，小心贪小便宜吃了大亏。爱丽丝却似乎被利益蒙蔽双眼，表示自己可以掌握好尺度，况且听男人的口气，父亲也经常靠这招赚钱。她坚信自己的自制力可比老人家强太多了，而且她也想看看地下室到底有什么。第二天晚上午夜12点，尼尔准时来到酒吧，爱丽丝拿着钥匙打开了通往地下室的木门，通道里黑漆漆，什么也看不见。进入地下室之后，里面根本没有任何人影，只有中央摆着2把椅子，显得有些诡异，旁边还放着一座手捧着自己脑袋的雕像，最里面的墙上破开了一个大洞。尼尔朝着洞中呼唤，可里面什么也没有出现。觉得有些滑稽的爱丽丝和闺蜜都忍不住笑了。尼尔觉得可能是自己做错了，于是让爱丽丝照着他的样子召唤。爱丽丝心想，既然收了钱，装样子也是要的。呼唤，诡异的一幕从黑洞中慢慢浮现，隐约一个人影冒了出来。爱丽丝顿时就笑不出来，随后一只干枯的人手从墙后爬了出来，头上还套着一个灰布麻袋。闺蜜预感到有危险，想叫爱丽丝赶紧离开地下室，但爱丽丝已经被吓坏了，不知道动弹。眼看着麻袋怪人从黑洞跑了出来，尼尔却并没有那么害怕，反而请求麻袋怪人帮自己，他想和亡妻见一面，他有话想对亡妻说。而麻袋怪人全然无视尼尔的话，径直朝着爱丽丝走去。闺蜜见状连忙抄起一旁的木棍，让怪人离爱丽丝远点。布袋怪人听到爱丽丝的指令后，竟然真的停下脚步，似乎怪人把爱丽丝当成了主人。
眼见指令有效，爱丽丝随后便让怪人往后退，怪人就乖乖往后退。尼尔恍然大悟，老头死后，爱丽丝继承了酒吧，也顺理成章成为怪人的主人。随后，尼尔让爱丽丝命令怪人坐到椅子上，爱丽丝坐地起价要8000美金，尼尔表示没有问题。闺蜜劝阻爱丽丝别这样，爱丽丝没听，随后下达命令让怪人坐上椅子，怪人坐在椅子上，尼尔坐在另一把椅子上，对怪人说出自己的请求，他想和亡妻见面。怪人听后缓缓抬起手指，尼尔连忙从口袋中掏出一枚亡妻的戒指递给怪人，随后怪人张开血盆大口，将戒指整个吞进了口中。随后怪人传来恐怖的嘶吼声，尼尔这时突然想起来自己忘记了最重要的步骤，赶紧将怪人牢牢绑在椅子上，绑好后便听到怪物发出更凄厉的叫声，原本干枯的手掌变得红润光泽，让人忍不住都想摸一下。尼尔惊讶地捂住嘴巴，没想到自己竟然真的成功了，迫不及待地摘去布袋想见到妻子，可布袋揭开后，尼尔顿时就被吓坏了，连忙退后不敢再看椅子上的女人，嘴里大声喊着不要。原来他拿错了遗物，戒指并不是妻子的，而是他死去的母亲的。尼尔想让怪人赶紧变回去，他不想见到母亲，他要见的人是妻子。听到熟悉的声音，母亲认出了是儿子尼尔。尼尔之所以讨厌母亲，是因为母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就选择抛弃尼尔，自杀在家里的浴缸中。尼尔也不明白为什么母亲宁愿选择自杀也不要他这个儿子。尼尔从此变成了没人要的孤儿，他因此憎恨母亲，母亲却解释自己并没有抛弃儿子。说到伤心处，母亲竟然低头开始哭泣，紧接着身后的黑洞中也开始往外面渗水。下一秒，母亲的头突然抬起来，整个人表情变得有些狰狞，完全不像刚才，对着尼尔说了一些刺痛内心的话。I couldn't stand the sight of you. You ruined my life. Is that hard to hear, sweet boy? I never wanted to be a mother. Every second of every day was a little death. And one day, all those deaths added up. Not until I get a kiss. You never wanted to kiss me when you were little. But now you're grown. And you owe your mother a kiss. 看着怪物般的妈妈将自己的头伸得比乌龟的头都长的时候，尼尔吓得赶紧往后退，结果一转眼的功夫，椅子上的妈妈已经消失不见了。尼尔环顾四周，也没发现怪人去哪儿了。突然，母亲将尼尔扑倒在地，开始向儿子大吐苦水，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苦水，不仅苦而且臭，因为这是母亲浴池中巨人观的水。Get the bag! Get the bag! 爱丽丝连忙发出指令让怪人停止，赶紧用麻袋套住了怪人。尼尔一把推开怪人，凄厉惨叫回荡在地下室。怪人掀开布袋吐出母亲的戒指，爱丽丝让怪人回到黑洞中，怪人不情愿地回到墙后面，进入之前还特意回头看了爱丽丝一眼。爱丽丝的心被怪人看得直发毛。爱丽丝将地下室木门再次锁上。经历过刚刚一幕，爱丽丝整个人都感觉不太好，但尼尔却怎么也赶不走，他竟然还想再来一次。他想见的是自己的亡妻，不小心却弄错了遗物而已，再给他试一次的机会。他愿意出双倍价钱，毕竟他们真的成功召唤了亡灵。爱丽丝却搞不懂，尼尔的妻子已经死了，就算召唤之后见一面又能怎么样？听到爱丽丝这样说，尼尔并没有再继续纠缠下去，而是丢下自己的联系方式。要是爱丽丝改变主意了，就随时联系他，并表示钱不是问题，他真的想和妻子告别而已。等尼尔走后，爱丽丝把老头留下来的录像带打开，这时的爱丽丝才终于从父亲这里知道了地下室里的秘密。老头告诉新的来者，酒吧的地下室住着一个怪人，只要有人在房契上签上自己的名字，那他就是地下室怪人的主人。那个怪人拥有与死者沟通的邪恶力量，却也只能维持亡灵2分钟的时间，之后的时间都是怪人掌控，直到被重新套上布袋。如果通灵的次数越多，怪人的力量就会越强大。老头警告来者千万不要试图利用怪人，怪人会一步步引诱你，直到钻入脑海中反客为主，最后彻底脱轨。也警告来者千万不要进入黑洞中，黑洞外怪人不会伤人，进入黑洞必死无疑。也不要试图卖掉酒吧离开这里，冤魂和诅咒会一直出现在身边以及周围。签完契约之后，能做的只有安心经营这家酒吧，不去召唤利用怪人，一切都会平安无事。代价就是这一生只能困在这家酒吧。此时的爱丽丝终于明白，为什么父亲在她3岁的时候就抛弃了她和母亲。原来父亲是为了保护自己，想到误会了父亲这么多年，忍不住有些伤心。伤心了一会过后，爱丽丝想到父亲利用怪人20年才出世，自己就用几次而已，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。爱丽丝坚信自己自制力比老头强多了，方式真太爽了。爱丽丝想趁机狠狠赚一笔，等钱赚够了就离开这里，找个年代更久远的教堂住上几年，让怪人和耶稣正面硬刚去，反正自己有钱了，想怎么过都行了。闺蜜却觉得这样无视警告就是在作死，但是扭不过爱丽丝的3寸不烂之舌，只好答应就陪她几天。为了以防万一，爱丽丝在地下室的台阶上写下禁止跨越，然后转身对着洞口发出指令。You can't cross this step. You cannot leave this basement. 洞口里面没有任何回应，只是吹来阵阵阴风。随后，爱丽丝把地下室的钥匙戴在脖子上，转身离开了地下室。可她不知道这种东西根本没用。第二天，爱丽丝顺着尼尔给的地址找上门。尼尔告诉爱丽丝，她的父亲一直都在用这种方法赚钱，做了20多年，一直都没事。爱丽丝听完更加确信自己的想法，自己就利用几次而已，肯定不会出什么问题。而且尼尔愿意出高价。随后，爱丽丝带着尼尔再次来到地下室，召唤了怪人。尼尔将怪人绑在椅子上，拿出妻子的遗物项链递给了怪人，怪人直接将项链吞了下去。爱丽丝在旁
旁边用闹钟计时。尼尔摘掉了麻袋，果然见到了死去的妻子。妻子一脸懵逼，询问尼尔这是在哪里。时间紧迫，尼尔来不及过多解释，赶紧询问妻子死去的那晚到底发生了什么。妻子这时才想起来自己出了车祸，已经死了。尼尔安慰妻子冷静下来，时间正在1分1秒过去，尼尔已经来不及悼念妻子。随后尼尔便一改伤心的态度，严肃地问妻子那晚出门到底要去见谁。原来尼尔怀疑妻子出轨了。尼尔根本不是想和妻子做最后的告别，其实是想知道妻子死前想去见谁而已。这突如其来的画风让在座的所有人都有些懵逼，妻子更是不知道尼尔在说什么，连忙解释自己没有背叛他。尼尔还不肯相信。就在这时，2分钟时间到了，闹钟发出警告。尼尔没有得到想要的答案，仍然不死心。眼看着妻子的面容发生改变，爱丽丝拿起头套，赶紧准备给妻子戴上。谁知道下一秒，妻子连人带椅子飘移到洞口，紧接着刺眼的汽车灯光照射而来，那晚车祸的场景投射进来。随着车灯闪烁，椅子上的妻子已经消失不见了。爱丽丝转头看见妻子蹲在角落里，一边呜咽抽泣，一边说自己还不想死。爱丽丝壮着胆子靠近角落中的妻子，就在即将伸手触碰到妻子的时候，妻子猛然回头。恐怖样子顿时吓倒了爱丽丝。怪物为了不让爱丽丝发出指令，迅速爬向爱丽丝，一把捂住了爱丽丝的嘴巴。无法发出声响的爱丽丝极力哼出了停止的命令，这才让怪人起身离开了爱丽丝的身体。此时的他依然没意识到问题严重性，依然在强调他是主人。 I am your guardian. You have to listen to me. You still don't understand. We're both prisoners. 爱丽丝没明白其中含义，怪人扭头进入了黑洞中，消失不见。见到妻子之后，尼尔依然还是不死心。爱丽丝觉得尼尔不应该骗她，她想见妻子根本不是为了告别。尼尔没有得到想要的答案，他甚至还想再把妻子召唤出来问清楚。尼尔认为妻子说自己没有出轨的时候，已经超过了2分钟，也许是怪人故意在说谎而已。恐怖的偏心和执念让尼尔陷入其中无法自拔。闺蜜此时站出来让尼尔赶紧回家去，她看得出来尼尔已经走火入魔了。爱丽丝也听从了闺蜜，让尼尔赶紧离开这里。尼尔走后，爱丽丝独自坐在吧台喝酒，就在喝得有些微醺时，爱丽丝拿起父亲留下的全家福照片看了起来。紧接着下一秒，死去的父亲竟然在吧台的镜子里映了出来，死死盯着爱丽丝，而身后有一只干枯的手搭上了爱丽丝的肩膀。老头将自己的妻子绑在椅子上，接着往她的身上浇了满满一大桶汽油，任凭妻子如何求饶，老头都当没听见。随后老头又在周围撒满一圈汽油，将自己和妻子包围起来，他要和妻子同归于尽。然而当妻子发出恐怖的嘶吼声时，这才发现椅子上的妻子根本就不是人。灯泡在嘶吼声中被震碎，老头点开打火机照明，就在点燃的一刹那，女人漆黑的瞳孔注视着老头，老头被吓得顿时丢了魂，地上的汽油瞬间被点燃，老头站在火圈里，完全不知道自己已经被大火包围，毫无知觉地走到火焰上。女人站在大火中央，任凭火焰在身上燃烧，根本不为所动。而老头被火烧得微焦之后才清醒过来，开始疯狂挣扎。此时女人的瞳孔已经彻底漆黑，等到老头彻底被火烧死的那一刻，火焰也离奇般的消失不见，只留下一具烤肉味的老头。女儿在梦中眼睁睁看着父亲被火烧死，醒来后发现是做梦。紧接着爱丽丝听到楼下传来异响，下楼之后听见地下室有人在说话，于是她再次返回地下室，谁知道老头突然从旁边冒了出来，警告爱丽丝不该来这里，让她快点离开。随后老头头也不回地向黑洞中走去，爱丽丝叫住了父亲，一旦进入黑洞里面，怪人就会杀死他。老头不以为然，爱丽丝突然发现老头的脸上多出来一根线头，接着老头竟然一点一点撕掉了整张脸皮，剥开之后露出一颗套着麻袋脑袋的头颅。爱丽丝见状一把掐住麻袋人，质问麻袋人把他父亲弄到哪去了。他双手死死掐着麻袋人的脖子，可下一秒爱丽丝反而感受到了一股窒息感，仿佛自己才是被掐之人。爱丽丝顺手摘掉了套在头上的麻袋，没想到麻袋之下的人脸竟然就是爱丽丝她自己。突然爱丽丝从梦中惊醒过来，脖子上挂着的钥匙绳子狠狠勒住了她的脖子。爱丽丝冲进卫生间想拿起剪刀剪断绳子，却不料将剪刀掉在地上。闺蜜听到声音赶来，眼看着爱丽丝快要断气，赶紧拿起地上的剪刀剪断了绳子，这才保住了爱丽丝的一条命。闺蜜赶紧将手中的钥匙扔到一边，生怕邪恶的力量再对他们造成伤害。劫后余生的爱丽丝开始，闺蜜用酒桶将进入地下室的木门给堵住，暂时不要再进去。就在闺蜜转身离开走廊时，走廊墙上挂着的一张老照片突然掉了下来，不知道是老化还是怎么样，相框摔碎在地上。闺蜜有些头皮发麻，低头在相框里捡起来一张泛黄的老照片，貌似背面还写了什么东西。看着照片上的2人，闺蜜认为这上面的人是酒吧之前的主人，照片的背面还写着名字。闺蜜对照古老契约上的签名，果然和她猜想的一样，照片上的人就是酒吧曾经的主人。随后闺蜜在网络上搜索酒吧主人的生平，这个酒吧老板全家人都莫名其妙的死光，最后酒吧老板也逼不得已跳河自杀结束了生命，很明显是诅咒伴随每一位酒吧的主人。紧接着闺蜜又找到了她曾经居住过的房子，房子竟然还存在。闺蜜反复翻看着照片，照片的背面只有一个人的名字，可正面却有2个人的合影。闺蜜根本还没发现，那另外一人就是找爱丽丝签字继承酒吧的老律师，一切都是一场巨大阴谋。突然就在这时，闺蜜被吓尿了，吧台上坐着一只浑身湿透的鬼，双眼通红，仔细一看是淹死的酒吧主人。
闺蜜赶紧抄起一旁的拐杖，抬头却发现鬼魂已经消失不见了。貌似鬼魂是想告诉闺蜜一些事。爱丽丝不想要酒吧了，她想赶紧离开这里。于是她去找当初签订契约的律师，结果发现人去楼空，这里根本没有什么律师。爱丽丝只能站在门外一脸懵逼，看到闺蜜发现的照片才知道，当初找她签字也是这个律师，律师留下的电话是假的，地址也是假的，这根本就不是父亲留给她的遗产。就连她父亲也是被律师坑了，签了契约，困在酒吧整整20年。爱丽丝算是上了个大逼当。原来这个律师自始至终也是被契约困住，但是只要他找到下一个替死鬼，他就可以摆脱诅咒消失不见，让别人替他承担所有。而诅咒已经慢慢应验，爱丽丝开始噩梦缠身，到最后就会完全被怪人占据思想。闺蜜劝爱丽丝赶紧离开这里，但爱丽丝似乎不愿放弃这赚钱的好机会。 If I can't get anything out of it, then no, I don't. This is all I have right now. And then just think about the amount of people that would kill to have something like this. 闺蜜眼看爱丽丝在作死的边缘疯狂试探，很想阻止爱丽丝。二人的争吵被地下室的怪人听得一清二楚。爱丽丝不想再回到那种没钱的日子，她有信心自己不会像其他主人一样被控制，她可以利用怪人狠狠捞钱。爱丽丝甚至认为闺蜜是故意在阻挠她发财。You're a crutch. 闺蜜有点伤心，她想不到爱丽丝竟然会这样说。最后收拾东西离开了酒吧，留下爱丽丝一个人。闺蜜虽然被爱丽丝的话伤透了心，但她还是放心不下爱丽丝。看着照片，闺蜜决定开车去那所老房子中寻找蛛丝马迹，也许能找到消失的律师。闺蜜一个人来到那所已经废弃的老房子，在房子的阁楼上，闺蜜看到一整面墙都是关于酒吧的前世今生。原来淹死的奥托也一直在寻找破解诅咒的方法。还有那个坑他签字继承酒吧的律师。闺蜜将奥托调查到的文件全部收集起来，准备回来找爱丽丝商量对策。爱丽丝又一次回到了地下室，召唤出了怪人。她竟然想召唤出死去的父亲，拿出父亲的遗物打火机递给了怪人。随着怪人一口吞下打火机，传来一声嘶吼。爱丽丝赶紧定下2分钟时间，头套摘掉后，死掉的父亲果然出现在这里。老父亲一眼就看出来这是什么情况，只是不明白女儿怎么在这里。他让爱丽丝赶紧离开这里。听到女儿说自己继承了酒吧，老头一脸懵逼，声称这根本不可能，他明明都已经烧掉了酒吧，很明显他失败了。爱丽丝询问父亲那怪人到底是什么，从哪来，可父亲对此也是一无所知。老头还说自己根本没有留任何遗嘱。女儿责怪老头，要是早点告诉他，他也许就不会上当。事到如今，他既然是怪人的主人，那么一定有办法控制住怪人。爱丽丝想知道父亲20年来都是怎么控制的，父亲却说自己根本无法控制，他能做的就是尽量不去召唤怪人，诅咒太强大了，就连爱丽丝的母亲也因此而死去。他根本无法告诉爱丽丝这里的事情，只能一个人在酒吧生活，算是对爱丽丝最好的保护。很快2分钟时间到了，父亲的面容逐渐发生改变，画风也渐渐变得尖锐刺耳。Maybe, just maybe, she's not your curse. 爱丽丝知道这是怪人控制着父亲，紧接着父亲身上突然着火，冒出浓烟。爱丽丝想解开束缚，父亲的意识突然回来，大声呵斥爱丽丝不要这样做。老头身体内部冒着火焰，对着女儿道歉，一切都是他的错，才导致爱丽丝吃了那么多苦，最后还要被困在这间酒吧。Forgive me, Iris. Forgive me. But don't bring me back. 黑色的瞳孔再次出现，父亲意识彻底消失。爱丽丝赶紧用布袋套住了父亲的头，火焰也在瞬间熄灭。爱丽丝再次将地下室的木门紧锁，靠在门上，一脸愁容。她知道自己再也不可能逃离这个地方。喝得烂醉之后，她还是忍受不了要被困在这里一生，给契约浇上汽油，想一把火把契约烧掉。也许没有契约，她就能摆脱酒吧的诅咒。随着火柴引燃了契约，爱丽丝就这么眼睁睁看着。可无论火焰怎么烧，契约都被一股神秘力量隔绝。羊皮契约根本烧不烂，直到火焰完全熄灭也毫发无伤。爱丽丝彻底抓狂了，她也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办才好。没过多久，闺蜜带着找到的资料回来找爱丽丝，找了半天也没找，话也无人接听。而爱丽丝已经醉倒在卫生间的厕所里。此时正好午夜12点，地下室的木门传出咯哒一声响。闺蜜以为爱丽丝又去了地下室，于是下去寻找闺蜜。地下室的灯却怎么也打不开。昏暗中，闺蜜看到了地上的手表，她以为是爱丽丝丢在这里的。就在这时，怪人突然从闺蜜身后出现，闺蜜被吓得连忙后退，背包里的资料散落一地。怪人并没有攻击闺蜜，而是撕下一片报纸之后吞了下去。闺蜜此时顾不得资料，赶紧撒腿跑路。怪人叫住了闺蜜，同时摘下布袋。闺蜜仔细一看，竟然是酒吧曾经的主人奥托。奥托询问闺蜜为什么将她复活。闺蜜想知道从哪儿能找到那个律师，她想知道解除诅咒的方法。奥托却表示律师就算找到了也没用，他们一辈子也摆脱不了诅咒。奥托告诉闺蜜，他们的命运早在400年前就注定了。400年前，一个古老的兄弟会发现了一个女人，她能召唤亡灵，兄弟会滥用她的力量挣钱。但是女人拒绝之后，她就被打上了女巫的烙印，并被活活烧死。但是死神也留不住女人，女人复活之后展开无情的复仇，向人类传播疾病和瘟疫。为了阻止她
兄弟会举行了一个黑暗仪式，把他囚禁在这个地下墓穴里，让他永远困在墓穴中。几个世纪后，兄弟会的后代挖开了他的坟墓，并再次滥用他的力量，利用的次数越多，女巫获得的力量也就越强大。兄弟会最后死的只剩一个人，而诅咒会继续延续下去给每一任的继承者。而那个律师也是兄弟会的后代，继承之后的人必须严加看管女巫。律师不想继承，他就找替死鬼。闺蜜说这一切都是误会，爱丽丝也是被坑骗，无意继承。奥托一听说了半天，原来继承者并不是眼前的黑妹，随即整个人表情骤变。几小时后，爱丽丝从醉酒中醒来，电话此时响了起来。爱丽丝接通电话之后，里面传来闺蜜的求救声，闺蜜呼叫自己在地下室，让爱丽丝赶紧来救她。爱丽丝预感大事不妙，立马赶去地下室，打开了地下室的灯，叫了几声闺蜜，猛地发现闺蜜的声音竟然从黑洞中传来。爱丽丝站在洞口，她清楚地记得父亲的警告，绝对不能进入黑洞中，否则会有生命危险。但是听到闺蜜的呼救，爱丽丝无法坐视不管，最终还是选择硬着头皮进去。爱丽丝打着灯笼，一步步走进黝黑的洞中，里面是一个深不见底的墓穴通道。闺蜜的呼救从最里面传来，爱丽丝只能循着声音往深处探查，终于在墓穴最深处找到了闺蜜，随后赶紧带着闺蜜往外逃。经过一处岔路时，爱丽丝不小心踢倒了一个陶罐，她感觉这里像是个祭坛，结果顺着陶罐的方向朝里照去，爱丽丝突然发现地上躺着一具尸体，走近一看，发现竟然是已经死掉的闺蜜。这时的爱丽丝才意识到自己的闺蜜已经死了，而身后的闺蜜是女巫变的，女巫差一点就让爱丽丝成功带着她离开地下室。紧接着墓穴深处又传来父亲嚎叫的声音，爱丽丝一转眼，身后女巫已经消失不见。随后只见墓穴上面爬出来一个披头散发、恐怖至极的怪物，倒立在半空中。爱丽丝直接撒开腿就跑，完全顾不得闺蜜的尸体。女巫在上面追，爱丽丝在下面狂飙，好在最后连滚带爬的爬出了洞口。而此时尼尔突然赶来救走了爱丽丝，爱丽丝在台阶上写下的禁止跨越也救了她一条小命。获救之后的爱丽丝痛哭不已，都是自己作死才害死了闺蜜，要是自己早点听闺蜜的话，闺蜜就不会死了。尼尔看到爱丽丝颈部受伤流血，随即让她吃点止痛药，爱丽丝想也没想就吃了下去。随后爱丽丝决定听从父亲和闺蜜的建议，将洞口给重新封上，永远不再利用女巫的力量，得不到力量的女巫就会一直困在洞中。尼尔表示自己可以帮她一起完成。就在这时，爱丽丝突然感觉一阵头晕，她以为是自己惊吓过度。尼尔搀扶爱丽丝去休息，一觉睡醒已是深夜，爱丽丝这才想起来自己可能是被下药。看着尼尔此时已经消失不见，而地下室中传来尼尔的声音，爱丽丝偷偷来到地下室入口偷听尼尔说话，没想到尼尔竟然想当这里的主人，他不会限制女巫，只求能够成为女巫的主人，继而能够天天和死去的妻子见面。随后尼尔在契约上写下自己的大名，可转眼间名字就自动消失不见。眼见女巫摇头，尼尔才发现名字消失了。而此时女巫突然召唤了尼尔死去的亡妻，亡妻想起来自己为什么会出车祸，原来那晚亡妻和尼尔大吵一架，亡妻受不了尼尔的极度控制欲，想离开尼尔，尼尔不想妻子和他母亲一样弃他而去，尼尔就在他的饮料里下了安眠药，想等妻子睡一觉之后再静下来聊聊，谁知妻子赌气出走，这才导致亡妻出车祸死掉。尼尔已经走火入魔，他想永远和亡妻在一起。此时亡妻态度突变，表示自己也想和尼尔永远在一起，但是尼尔不是监护人就无法实现这一愿望，只要爱丽丝还活着，尼尔就无法继承酒吧。随后告诉尼尔爱丽丝就在后面偷听，尼尔急忙回头，被发现的爱丽丝急忙逃跑，尼尔很快就追上了爱丽丝。尼尔无法失去妻子，他只能照做。爱丽丝大声呼叫，那根本就不是他妻子，而是女巫假扮的，可尼尔已经听不进去了，爱丽丝只能一把抠住尼尔眼珠，趁机逃走，把自己关进房间，想要报警求助，却发现手机已经没电了。尼尔破门而入，无处可躲的爱丽丝爬上了屋顶，尼尔紧追其后，死死掐住爱丽丝脖子，眼看着就要被掐死，疯狂挣扎的爱丽丝抄起屋顶瓦片，朝着尼尔头砸了上去，挣脱之后想顺着楼梯爬下去，结果被尼尔一把攥住双手，整个人直接悬在半空中。面对苦苦，毫犹豫，果断选择放开爱丽丝的双手，爱丽丝从几十米高空坠落到地上，当场摔死。紧接着尼尔捡起爱丽丝的手机，连同尸体一起抱回了地下室。尼尔把爱丽丝手机丢给女巫，让女巫召唤出爱丽丝，然后把契约转给尼尔。女巫拿起爱丽丝的手机就吞了下去，随后爱丽丝被召唤了出来。爱丽丝看着自己死去的尸体就躺在地上，她不敢相信自己竟然真被尼尔给杀了。尼尔却表示一切都值得，有那种力量却不用，倒不如把酒吧继承给他。随后丢下契约让爱丽丝转让，爱丽丝表情骤变，感谢尼尔让她脱困。尼尔一脸懵逼 My guardian is dead. And you don't have that. Do you not understand? My name is still on the deed. I am still her master. And now, she... It's me.
灯光突然炸灭，周围出现无数鬼影。尼尔意识到自己上当了，但以为时已晚。鬼影汇聚成一股神秘力量，将尼尔拖向洞口。死掉的巨人官母亲突然出现，一把就将尼尔的双手折断，接着又幻化成他亡妻的样子，轻轻安抚尼尔受伤的心灵，然后抱着尼尔的头狠狠往地上敲。最后女巫又幻化成爱丽丝，拖着一把椅子高高举起。自始至终，尼尔终于明白，他们所有人都被女巫控制了欲望。女巫利用他们各自的贪念，引诱他们一步步走向深渊。最后，女巫的力量越来越强大，彻底掌控了监护人，然后和监护人的灵魂合为一体，重新复生。最后，女巫也彻底恢复了自由之身。从此之后，再也没有契约约束。爱丽丝就是女巫，女巫就是爱丽丝。女巫成功踏出地下室的台阶，禁止跨越字样化为一滩血水，布袋头也引火自燃。她终于走出了这个困住自己400年之久的地方。酒吧也被大火烧成灰烬。女巫离开这里，从此不知去向。